近日，美国海军宣布将拨款1.16亿美元委托洛马公司和雷神公司研发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此前，美海军和陆军已经联合推出名为“常规快速打击 （CPS）” 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这次是否如外界说的是另起炉灶，引发关注。那么，这将是一款怎样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为何说这番操作反映出美军的焦虑心态？而美军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再出故障进场维修，将其改造成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平台，究竟靠不靠谱？本期节目，评论员王亚楠、李亚强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据美媒报道，美国军工巨头洛马公司和雷神公司获得美国海军新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军购大单，将在初始研发阶段分别提出2个不同设计参与竞标。被美海军选中的设计将会在2024年年底转入进一步研发。这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不仅飞行速度快，还具备低空突防能力，射程高达数百公里。美国有趣工程网站称，2家美国军火巨头并未透露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方案的细节，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他们将会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并可由美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和 F-35隐身战机挂载。美军的下一代战斗机可能也将携带这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不过，有观察指出，美海军已经和陆军联合推进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如今却另起炉灶，也反映出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屡屡传出进展不顺利而引发的焦虑心态。因为你现在陆海军的这个用法还八字没一撇，或者还没有出结果，那他现在又急需要运用，因为他的对手啊，或者他自己认为的潜在对手，都已经有了高超音速的这种导弹，比如说俄罗斯的锆石就是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而他现在没有，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要吃亏，所以他现在赶紧让他的2家公司来搞。有数据显示，仅是美国五角大楼承认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就至少有10个，可至今还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据欧洲防务与安全网站消息，首个部署于美军前线部队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架卫星图此前被曝光。这些图片拍摄于华盛顿州刘易斯麦考德联合基地。具体部署的部队是陆军第1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野战炮兵团第5营。不过，直到现在，这仍是一个没有导弹可用的空架子。其实，美国研制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呢，起步是非常早的啊，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因为他要把对手啊，就是装备甩开1代到2代。那么为什么他现在反而相对的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呢？一个是它就是陆海空啊全面的啊要在各个领域里面研制高超音速的导弹。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当初啊定的这个指标太高。我们以美国空军呢，就是 AGM-183啊这样的导弹为例，一设计就是把指标提到20马赫，而现在我们说呢，高超音速的导弹5倍以上的音速啊，就可以算是高超音速导弹。此外，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于7月27号从圣迭戈海军基地起航，前往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的亨廷顿英格尔斯造船厂接受改装，重点是加装名为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按照计划，美国海军到2025年将在首舰朱姆沃尔特号上部署高超音速武器。不过，报道称，即便其完成升级改装，由于 CPS 高超音速导弹测试的延迟，部署也难以如期展开。在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的入列仪式上，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舰委监测的80个 MK57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对地形标准6 Block 1A 导弹等等，通过涵盖不同的射程范围，以满足不同的战场火力打击需要。为什么以2座155毫米舰炮作为核心武器呢？这是因为朱姆沃尔特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美国作为海上霸主，认为在海上没有对手，于是提出由海向陆的战略，到敌方家门口进行作战。
而舰炮拥有射速高、持续火力强、转移火力快等等优势，自然就被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选为核心武器。然而，远程对陆攻击炮弹每枚造价高达80万美元，差不多等同于1枚战斧巡航导弹的价格，战斗力却远不如战斧。美国海军已经连续多年取消了该型弹药的采购，直接导致朱姆沃尔特面临无弹可用的窘境。随着美国海军近些年抛弃有海向陆战略，转而采取重返大洋的新战略，这样一来，朱姆沃尔特就完全过时了。再加上建造成本飙升，美国海军一口气将原计划建造的32艘砍到了3艘。然而，仅有的3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建成之后，还多次发生趴窝事故，这就使得其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典型代表。不过，美国海军已经为建造3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耗费了巨资，就这么闲置的话，无疑是巨大的浪费。于是，美国海军现在提出对朱姆沃尔特进行现代化升级。按照计划，将首先拆除2座155毫米先进火炮系统，改为安装4个87英寸导弹发射单元。这种大直径导弹发射单元足以容纳 CHGB 通用型高超音速滑翔体，每个发射单元都可以容纳3枚该型导弹。这就意味着一艘朱姆沃尔特总共可容纳12枚高超音速导弹。美国海军认为，这将是让美国海军拥有高超音速武器的最快方式。不过，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则嘲讽称，美国海军对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投资已经超过220亿美元。如果能从失败的投资中回收一些价值，可能还是值得的。但现实的答案却是否定的。把朱姆沃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加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是可以的，就是它既隐身又可以发射这种突防性强的导弹，当然战力就有所提升啊。但是就是有这种必要吗？就是你如果用伯克级和提康德罗加级也行啊，那就只不过可以理解为就是用这样一个造价非常高的平台啊，那来搭载一款新的武器，好像是这个就是降低了成本或者发挥了它更多的作用。其实总体来看，这是一种消费比不好的这样的试验方法或者是使用的方法。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未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美军拟增加现有武器的射程。据英国路透社8月3号报道，2名美国国会助手和2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和国会正在考虑通过使用更强大的推进剂和更轻的弹头，将某些现有武器的射程增加20%。美国媒体称，美国希望通过增加导弹射程，使美军能够在更远的地方部署和发射导弹，从而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优势。此外，为了强化军事优势，美国还在加强在西太地区的敏捷作战部署测试。例如，在最近的北方边缘2演习中，就有这么一个场景：美空军一架 F-15E 多用途战机因为发动机故障，在硫磺岛的一处基地降落。在接到消息后，位于日本本土的驻日美军岩国基地迅速出动一架装载备用发动机的 C-130运输机前往硫磺岛，并在12小时内将这架 F-15E 战机修复。除了在冲绳演练战场抢修外，来自美空军的一架 F-35A 战机还在太平洋岛国帕劳模拟了刹车装置发生液压油泄漏的场景。飞行员在降落后迅速联系位于关岛的美军基地，一架 C-130运输机随后携带必要部件从关岛出发前往帕劳，并在4个半小时内修复了这架 F-35A 战机。敏捷作战部署概念最早是2017年由美空军提出的，其内容是改变将机群集中部署在大型机场的传统兵力配置模式，实施分布式作战部署，从而增强作战体系的抗毁性。因为美国呀，它这个目前呢，又回到了这个大国对抗、冷战思维这样一种这个作战部署，或者是这样一种作战的战略，他就要考虑美国过去的航母编队、大型的这种舰船编队、有海向陆打击，对一些大国
能不能够适用？因为你这么大的编队到人家家门口去的时候，人家的飞机、舰艇、潜艇都可以对你进行攻击，你不敢靠近。那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军事优势就没法发挥出来。美国海军宣布将拨款委托洛马公司和雷神公司研发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一款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请教一下王先生，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美军近些年呢，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力度明显增加，但是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前者呢是在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滑翔弹道式武器的研发上受到了重大挫折，几次实验呢效果都不理想，有些呢还犯了低级错误。所以今年美军已经发布消息称，这种弹道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呢研发呢它的项目会拖延，那也就是以后再说，继续研制，但是什么时候有结果不一定。目前来看呢，美国海军着力正在研发呢吸气式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种武器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它的飞行弹道会更低，有点类似当年的战斧，但是速度更快，能够达到5倍音速以上，1个小时可以飞到6000公里左右。这样有希望在500公里的射程上，能够快速的对敌方的舰队里的主力舰艇实施打击。美方正在加快研制这样的武器，希望在2024年能够完成初步研制，但目前看困难比较多。一个是导弹尺寸必须要足够小，在很小的武器系统上实现这么高的参数；另外一个研发进度比较赶；最后一点呢，这样的武器还要具备足够的工程实用性。现在看起来，这些困难呢仍然显得比较大。美军方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众多，其中就包括美海军和陆军联合推出的常规快速打击 CPS 项目。既然如此，美海军为何又要另起炉灶，单独研制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呢？李先生，美军的这一次做法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美军实际上内部的它这个军种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美国海军就说了，他们说他们想研究装备呢，给陆军和空军一块使用，这样呢保证三军统一。但是陆空军呢都不要美国海军的装备，因为认为美国海军装备又重又笨又大。确确实实我们知道，武器平台军舰是最大的。其他的平台再大，也远远小于军舰，而军舰有足够的空间和载重能力，可以承载最大的武器。这样的话呢，武器装备复杂，我军舰能盛得下，但是飞机上更不用说坦克或者是其他的单兵。从这意义上来讲呢，各个军种还是有自己的特殊需要。更主要的是，美国这个三军中利益纠葛非常重。一旦到切蛋糕、切经费的时候，大家都要拿出自己的所谓的这种需求来争取，为自己谋利益，自己争取更多的这个经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重复研究也好，或者是说呢，另外我另搞一套也好，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军虽然他已经跟其他军种开发了这种高超音速武器，甚至有可能跟空军共同研究都有可能，但是它依然会保持自己的，因为有项目才有经费，才能得到好处，这在美军中是屡见不鲜的。随着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对俄罗斯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俄强力部门拦截所有无人驾驶设备。而乌克兰军方也表示，乌军正在重新调整防空系统的运作，以加强乌对空防御水平。俄乌的这些动作都是因为近期双方的无人武器对攻愈演愈烈。这是否标志着俄乌冲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量的无人武器登场，又会给冲突带来怎样的影响？近日，乌克兰军队频繁利用无人艇对俄舰船发动攻击。俄罗斯联邦海洋和河流运输局5号表示，位于黑海的俄罗斯白鲑鱼号邮轮于当地时间4号23时20分受到无人艇攻击，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海军随后宣布，4号夜间对克里米亚大桥附近的俄罗斯邮轮进行了袭击，并发布了一艘携带450公斤炸药的无人艇撞向邮轮的视频。应对乌克兰新战法，当地时间8月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赋予俄内务部、俄联邦安全局、俄联邦警卫局、俄对外情报局、俄国民卫队等强力部门拦截所有类型的无人驾驶设备，包括空中、水下和水面无人驾驶设备，以及无人驾驶车辆和其他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的权利。
而此前现行法律只允许俄强力部门拦截和对抗空中无人机。乌军用无人机呢频频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主要就是想给俄罗斯对抗节奏。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乌军的无人机作战保障能力还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据路透社7月31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宣布，该部门和土耳其无人机制造商拜卡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乌克兰境内设立一处无人机维修和维护服务中心。报道指出，乌克兰此举的目的是创建一支无人机大军来对抗俄罗斯军队。负责无人机大军工作的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尔·费罗多夫7月底曾表示，已有1万多名无人机操作员接受过培训，还有1万人正在接受培训。而乌克兰媒体援引乌战略工业部部长亚历山大·卡梅申的话报道称，土耳其拜卡公司已经开始在乌克兰建设一家工厂，以生产 TB2 骑手无人机。土耳其在乌克兰建立无人机生产厂和维修中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作战能力，但是呢，改变不了大局，因为土耳其在无人机产能方面就不是特别强，它要在乌克兰设立无人机生产厂，这个产能呢其实更低，这样一来的话呢，是无法让乌克兰满足在战场上对无人机的需求的。任何一款武器装备如果没有经历过实战的考验，即使军火商们将其捧成花，也是无济于事。但只要在战场上打出了名头，那么它就会一战成名，天下皆知。而土耳其研制的 TB2 骑手无人机，就是在乌克兰军队手中声名大噪的。TB2 无人机是土耳其卡勒巴卡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2014年开始定型量产。该机机长6.5米，翼展12米。最大起飞重量650千克，采用与美制 MQ-1捕食者相同的100马力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TB2 最大升限7620米，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50千米。机身为纺锤形，采用了一身融合设计。后置发动机布局，在尽可能增加机身内部空间的同时，提高了升阻比。空速管位于机头，2具软质增压油箱布置在发动机前方，进气道布置在机身上方，3个滑油散热器进风口布置在机身两侧和下方。反 V 型尾翼布局在同时实现垂尾和水平尾翼的偏航俯仰功能前提下，优化了重心布局，尽可能的减轻飞机重量。主翼、尾翼机身采用了碳纤维、方轮和多种混合复合材料，能够起到一定的雷达隐身效果，同时降低了机身的重量。主要部件可以快速拆装，便于运输和快速前沿部署。采用前3点轮式起落架，主起落架不可折叠，前起落架为了不遮挡光电转塔，可向前收起。不同于大多数无人机将飞行记录摄像头布置在机头 ，TB2 将一部具备电加温功能的广角摄像头安装在了 V 尾顶端，有利于飞行操作员在起飞降落阶段对地观察的同时，兼顾机身周围的状态。TB2 大规模引入了人工智能和决策系统，有效降低了操作员的控制以及地面保障系统的复杂性，把任务重心从飞行控制转移到了作战决策上。一架 TB2 的售价约在500万美元左右。当然，无人机机体其实用不了这些钱，但若算上地面的控制系统等装备，500万美元并不算贵。一般来说，每6架 TB2 无人机有2个地面控制站控制，另外呢还包括3个地面数据终端、2个远程视频终端以及其他的辅助设备等等。目前 TB2 地面控制站主要是有2种形式，一是适用于相对安全环境的机动式车载地面站，二是适合一线作战单位使用的便携式微型加固笔记本控制站。其中，机动式车载地面站最大可以满足半径150千米的作战需要，同时可以采取多站接力测控的方式实现作战半径扩展。虽然在俄乌冲突中，世人都看到了 TB2 的战绩，可是却没人关注它的损失情况。据统计，乌军最初装备的大约20架 TB2 早已消耗殆尽，而且在近一段时间里被击落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在俄罗斯加强电子战能力之后，TB2 能否再取得战果，还需要继续观察。
无人机和远程对抗加剧，也让国际社会担忧俄乌冲突将变得更加残酷和不人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近日强调，冲突双方必须始终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杜绝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并尽量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伤害。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速度是在放慢的。很多原先答应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迟迟的不给，那这呢本身就表明乌克兰呢现在的表现让西方呢很不满意。所以现在乌克兰要想让西方给他提供更多的援助，那就是要在战场上彻底呢去改变现状，在战场上呢取得明显的进展。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资金，拱火局势。有美国军方有关人士指出，这些数额庞大的资金没有经过严格的审计，俨然成为一笔糊涂账。而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愿进行审计，也许是怕被揭露这些钱的真实用途和最终流向。据美国政府统计，自俄乌冲突以来，2022财年，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各项资金超过1130亿美元。2023财年的综合拨款计划中，还包括额外400多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紧急资金。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巨额的军事支持，拱火俄乌局势，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美国国内也存在各种质疑声音。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斯科特·里特就表示，民主党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人指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约价值1500亿美元援助，大部分资金没有被记录说明的，没有人知道这些钱真正流向哪里。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大部分是不会直接交给乌克兰的，这只不过呢是美国军方借着援助乌克兰的名义，左口袋倒到右口袋，是自己在发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嘛，美国军方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那库存呢很多已经是腾空了，那新生产的这些呢，那显然呢，钱呢就是美国国防部呢交给美国军工厂了，这样一来的话呢，钱怎么可能流到呢乌克兰那边去了？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由于成本低廉、防范难度较大，未来乌克兰对俄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可能将更加频密。请教一下王先生，下一阶段俄乌双方可能受袭的范围是否会远超出目前的主战场？远程打击都是双方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目标上，俄罗斯方面的技术相对要成熟一些，因为俄方拥有各种远程的武器，可以对乌方纵深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呢，武器的成本很高，数量难以维系很久。而乌克兰方面呢，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呢，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有些无人机航程很远，已经能够达到莫斯科这样的目标，但是无人机的摧毁能力比较有限，而且它的打击精度呢，也目前来看呢，也是差强人意，仅对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标呢，实现了一些有限的毁伤。这从战争的逻辑来看呢，当双方在两军的接触线上难以实现预期的战果的情况下，都会对其他目标，包括政治、工业、经济这些中心实施摧毁性的打击。但是能否实现呢，要看双方的技术水平和实际应用的作战平台。此轮乌军对莫斯科的袭击，多架无人机在飞抵靠克里姆林宫很近的街区上空才被击落。请教一下李先生，这是否表明俄罗斯的反无人机体系存在一定的漏洞呢？为什么不能使用大功率的电子干扰的手段进行防范？真正我们讲的防空网在军事上的意义是什么？是对敌方的大规模的持续进攻能够比较有效的拦截和打击，而不是能够保证所有的小目标、单个目标、小批次目标偶尔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带有这种特种作战性质的这样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作战呢是很难防范的，几乎做不到这种万无一失。那么从这意义上来讲，现在的无人机比过去的有人战斗机、小型机，那它更小、更灵便，飞得更低、飞得更慢，隐蔽性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防范的难度就非常大。所以偶尔有那么几架飞机飞临到你的重要的目标上空，这种东西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为什么不用大功率的电子干扰的设备干扰掉这种无人机？
一般它即便是再强大的电子干扰设备，它都有一定作战的这种我们讲的它有效作用距离。只要超出这个有效作战半径，那么他们对远处的目标，它依然是无力，没有办法实施干扰的。如果想把它像我们讲的像站岗一样的，把整个绵密的国境线我全部部署一遍，这样它不仅仅是消耗特别大，而且它也很难做到，也绝对的说能把对方的无人机拦截掉。8月4号，2艘乌克兰海军无人艇试图在夜间袭击俄位于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海军基地。请教一下王先生，这种无人化进攻会对未来战争的模式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传统作战中呢，我们摧毁敌方的水面舰艇，通常是在开放的海域以舰队作战的方式来完成。而现代战争呢，更多的是提倡用航空力量，比如说用远程的导弹武器或者空射的导弹武器来进行打击。而俄乌战争中体现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用价格比较低廉，而且使用数量众多的无人艇，对敌方港口内的舰只进行打击。这种方式呢，对舰队的防御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如果想在一片水域内去寻找众多的半潜式或者漂浮式的无人艇呢，对这种小目标而言呢是非常困难的，要求本方要配备极高精度的而且数量众多的传感器和传感平台，所以这种难度呢，从目前来看呢，对于俄方来讲还是难以克服的。除了土耳其提供的 TB2 无人机外，美国也曾对乌援助过弹簧刀无人机。请教一下李先生，在您看来，随着俄乌冲突无人机战愈演愈烈，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援助更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呢？我个人觉得呢，这种察打一体的大型的这种无人机，它的使用方法、它的保障方法跟大型的作战飞机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它往往需要依赖机场，它需要比较大的空中保障基地，它才能够实现它的正常的起降、正常的侦察或者其他的察打活动保障。那么这种大型的机场，在整个俄乌冲突中呢，由于乌克兰的空军基本上被俄罗斯军队呢基本上消灭殆尽，它的机场也都处于俄罗斯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再采取这种用大型飞机常规起降的这种方式来部署它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很可能效果也是不太好的。所以说，真正要讲起来，单兵使用也好，小部队使用也好的这种小的这种无人机提供的可能性会更大。即便是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的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它又会面临着俄罗斯空天军的空中力量的这种打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非常低的，它的作战效果估计也不会很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提供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